请大家想象一下，有一种食物正悄悄在摧毁我们的健康，它就是发炎食物。它看似寻常，却一步步破坏着我们体内那群重要的小家伙。肠道菌群引发各种慢性疾病，更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心甘情愿地吃下它，还以为它无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隐藏在日常饮食中的肠道杀手的真面目，以及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来扭转乾坤，重拾健康。什么是发炎性食物？简单来说，发炎性食物就是指那些会在体内引起慢性发炎反应的食物。发炎本身其实是身体的防御机制，例如当你受伤或感染时，发炎反应会动员免疫细胞来对抗外敌，这是一种急性的、短暂的发炎，有助于痊愈。然而，如果这种发炎反应长期存在，变成慢性发炎，情况就不妙了。想象一下，身体里有一团不灭的火苗，持续的灼烧组织器官，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导致各种疾病。而某些食物就像点燃这团火的火种，不断添加燃料，使得发炎长期存在。我们把这类容易引起慢性发炎的食物称为发炎性食物。很多慢性疾病的背后都有慢性发炎的影子，例如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关节炎，甚至某些癌症和失智症都与慢性发炎有关。所以，控制慢性发炎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而控制发炎的一大关键就是管住我们的嘴，远离那些发炎性食物。在探讨发炎性食物时，我们一定要认识身体里一个重要的隐形器官——肠道菌群。你或许听过，人体肠道内住着上百兆个细菌，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被称为肠道菌群。这些菌群平时默默无闻，却对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消化食物，制造维生素，并与免疫系统合作，保护我们免受有害菌的侵袭。健康平衡的肠道菌群就像一个和谐的社区，益菌是守护者，坏菌则被控制在少数，不兴风作浪。然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坏菌势力壮大，就会带来麻烦。那么，发炎性食物和肠道菌群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很多发炎性食物的破坏力不仅在于它们引发发炎，还在于它们会扰乱肠道菌群的平衡。换句话说，发炎性食物往往是肠道菌群的天敌。当我们吃下这些食物时，肠道里有益的细菌可能受到打击，而有害的细菌和酵母则乘机繁殖，导致菌群失衡。我们的肠道内壁犹如身体与外界的边境，如果益菌不足，坏菌猖獗，这层保护墙就会变得脆弱，出现所谓的肠漏，也就是肠道通透性增加。结果，各种不该进入血液的有害物质趁虚而入，免疫系统见状如临大敌，再次引发全身的发炎反应。如此恶性循环，身体怎能不出问题？听起来很可怕吧？那么究竟哪些是凶手级的发炎性食物，以至于被誉为发炎之王呢？其实你一定不陌生，这些食物就在我们每天的餐桌、办公室、零食甚至饮料中，让我们一一揭晓。首先，精制糖绝对榜上有名，白砂糖、玉米糖浆、高果糖浆，这些精致的甜味剂无处不在，从糕点、饼干、含糖饮料到各种酱料，无所不包。为什么说糖是发炎的火药？当我们摄入过多糖分时，血糖急剧升高，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来降低血糖。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也就是细胞对胰岛素麻木了，血糖经常维持在高位。高血糖环境会损伤血管内壁，引发发炎反应。同时，糖分子还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有害的糖化中产物，它们如同铁锈般损伤细胞，并刺激发炎。此外，糖是坏菌和酵母最爱的养料之一，吃太多糖就像在肠道里给有害菌开宴会，益菌却挨饿受冻。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会降低肠道有益菌的多样性，增加有害菌比例，使肠道菌群组成失衡，进而引发发炎。难怪有人把精制糖称为甜蜜的毒药，它带来短暂的快感，却悄悄点燃慢性发炎的导火索。接下来，反式脂肪堪称发炎食物中的重磅炸弹。反式脂肪主要存在于各种油炸食品、糕点、酥皮、氢化植物奶油、
人造奶油等加工食品中，20世纪初，人们发明氢化油来延长保存期限，没想到也制造出健康杀手。反式脂肪分子结构异常稳定，体内难以分解，会沉积在细胞膜上，使细胞膜变得僵硬，功能失调。它不但直接引发发炎反应，还会干扰胰岛素功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纷纷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但遗憾的是，在一些糕饼和油炸零食中，反式脂肪依然潜伏。想象一下，当你咬下一口香酥的油炸甜甜圈，那诱人的口感背后可能藏着反式脂肪的阴影。这些反式脂肪进入肠道也会影响菌群。有研究指出，高反式脂肪饮食会削弱益生菌的生长，诱发肠道发炎。它就像在肠道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点点侵蚀你的健康。还有一类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发炎推手，那就是某些植物油。你或许会惊讶，植物油不是一直被宣传为健康的，比猪油、牛油更好的选择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并非所有植物油都不好。但现代饮食中某些高度精致的植物油，特别是富含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例如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摄入过量反而可能促进发炎。原因在于Omega-6 脂肪酸在体内会转化为某些促发炎的分子，适量的 Omega-6 是必须的，但现代人饮食中的 Omega-6 与 Omega-3 比例严重失衡。我们的祖先可能是1:1或2:1的比例，而今天很多人达到了20:1甚至更高的比例， Omega-6 远远过剩， Omega-3 却严重不足。这就好比体内的发炎开关被打开而难以关闭。更糟的是，这些油往往被反复加热用来煎炸，产生氧化物和自由基，进一步刺激发炎。当这些不稳定的分子进入肠道，会损伤肠道细胞和黏膜，并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坏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益菌则节节败退。虽然植物油源自植物，名字听起来很天然无害，但过量食用某些精致植物油，实际上成了现代人饮食中隐蔽的肠道杀手之一。再来看看加工肉品，熏火腿、培根、香肠、热狗，这些经过腌制、熏制或添加防腐剂的肉类产品，也是发炎性食物的常客。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将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部分原因正是它与消化道癌症和慢性发炎有关。加工肉通常含有高盐、高饱和脂肪，还有亚硝酸盐等添加剂。亚硝酸盐在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刺激肠道，引发发炎。同时，加工肉在高温烹调或熏制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等致癌物，也会损害肠道细胞。肠道菌群面对这些化学攻击，有益菌很难招架。更有研究发现，大量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的人，其肠道内某些会产生有害代谢物的细菌比例更高。比如这些细菌可以把红肉中的物质转化为促发炎的化合物，增加心脏病风险。所以，当你早晨来根培根，午餐夹几片火腿，可能无形中已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打响了一场发炎的战争。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到底是哪一个？糖、反式脂肪、植物油、加工肉，每一个都罪状累累，难分伯仲。事实上，真正可怕的是现代的超加工食品，往往结合了这所有的坏处于一身。想想披萨、汉堡、炸鸡、薯片、蛋糕、汽水，这些深受喜爱的食品，是不是同时含有大量的精致淀粉和糖、劣质油脂、添加剂，甚至还可能残留农药？例如种植谷物和豆类时使用的除草剂，这些超加工食品简直是发炎大杂烩。因此，如果要选出发炎，恐怕非超加工食品莫属。它们组成了现代饮食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也是让无数人陷入慢性发炎泥淖的元凶。与其说是哪一种食物第1名，不如说是我们对加工垃圾食品的沉迷登上了发炎榜的冠军宝座。让我们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理解，想象你的肠道是一座繁华的生态城堡，里面住着各式各样的居民，肠道细菌。有些是勤勉善良的居民，也就是益菌，帮忙维持城堡的清洁和安全；也有少数不安分的居民，就是坏菌，时刻想惹是生非。但在正常情况下，善良居民占优势，
城堡和谐运转。一旦你开始大量吃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相当于给坏居民送去大批免费的武器和粮草，给好居民泼下毒药和绊脚石。城堡内部开始动荡，坏军们拿着糖当能量，疯狂繁殖，反式脂肪和氧化的劣质油犹如在城墙上打出一个个洞。他们破坏了肠道黏膜这道防线，有义军大片阵亡或饿死，坏军乘势攻城略地，最终城堡沦陷，肠道屏障变得漏洞百出。当肠道菌群失衡到一定程度，灾难效应就不局限在肠道内了。坏菌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毒素和促发炎物质，比如脂多糖等，趁着肠道屏障的破损溜进血液，这些不速之客到达身体各处，引发免疫系统全面警戒，全身范围的慢性发炎就此展开。这种慢性发炎状态可能表现为肠道不适，例如腹胀腹痛，或肠道时而腹泻时而便秘，也可能没有明显肠道症状，而是体现在其他地方，如反复的皮肤过敏、莫名的关节酸痛、疲劳、情绪低落等等。长期下来，更严重的慢性疾病开始浮现。可以说，肠道菌群失衡是许多慢性病的开端。让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大学生接受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连续10天只吃某速食连锁店的餐点，结果仅仅10天后，他肠道里的有益菌种类就锐减了将近1半。研究这个案例的科学家惊呼，短短的垃圾食物暴饮暴食，竟然把多年建立的肠道生态系统摧毁得体无完肤。这位年轻人也明显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差，变得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心情低落。虽然之后停止实验，恢复健康饮食，他的肠道菌群逐渐好转，但这次教训让人深刻体会到发炎性食物对肠道菌的杀伤力有多么强大。别忘了，许多人日常饮食就几乎是这种实验的慢版本。也许没有每餐都吃汉堡薯条，但天天来一杯奶茶配蛋糕，常常打开一包薯片，看似不多，累积起来已足以让肠道菌叫苦连天。当肠道这个大本营失守后，身体各系统会响起警报，纷纷受到影响。我们来聊聊其中几个明显的领域。你可能听过肠脑轴线这个词，意思是肠道和大脑之间有密切的双向联系。肠道菌群被称为第二大脑，因为它们能产生多种神经递质，比如让人愉快放松的血清素，有相当比例就是肠道菌制造的。如果益菌被大批消灭，制造血清素等快乐分子的工厂停工了，人的情绪自然会受影响。难怪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衡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反过来，当我们紧张、压力大时，大肠也会跟着弯起腰，这是肠脑之间在对话。因此，照顾好肠道，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如果你经常觉得心烦易怒、郁郁寡欢，也许该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是否让肠道菌失衡了呢？有句话叫70%免疫在肠道，虽不完全精确，但道理没错。肠道黏膜和那海量的菌群一起，构成了人体最重要的免疫防线之一。益生菌就像训练有素的保安，教导免疫细胞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如果益菌垮台，坏菌横行，免疫系统不是被过度刺激，就是反应迟钝。不少研究指出，包括发炎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甚至第2型糖尿病在内的疾病，都和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免疫失调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不健康的肠道环境会让我们更容易生病，防御力下降，同时也更容易对本来无害的东西产生过敏反应。由此可见，维持肠道菌平衡是促进免疫健康的基石。你是否有朋友怎么吃都不胖，而有些人喝水都长肉？除了基因差异，肠道菌群可能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人体内的细菌种类繁多，不同菌群对食物的分解利用率不同。有的细菌能从食物中榨取更多热量，产生的代谢物还会让我们储存更多脂肪，而有的菌则帮助我们排出多余能量。当发炎性食物导致坏菌占上风时，往往会增加那种催胖菌群的比例。研究人员曾做过令人瞠目结舌的试验，将一个肥胖者肠道中的菌群移植到瘦小鼠体内。不久后，这只原本苗条的老鼠居然开始发胖，
可见不健康的菌群组合能影响人体对能量的吸收和脂肪的累积。同时，肠道菌群失衡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干扰荷尔蒙分泌，导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上升。换句话说，如果肠道菌失衡，人可能更容易发胖，更难减重，还可能伴随血脂、血糖异常等问题。因此，想要管理体重和代谢，除了算卡路里、运动，别忘了养菌，培养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生态。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些心惊，原来一块蛋糕、一包洋芋片的杀伤力这么强，那我们是不是无可救药了呢？别担心，好消息是自然疗法可以帮助我们扭转乾坤，把失衡的肠道菌拉回正轨，扑灭体内的慢性火苗。重点在于2个字：调养，也就是调整饮食，加以适当的滋养和疗愈。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几种切实可行的自然疗法，从饮食到生活习惯，全方位助我们重建健康。这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发炎的源头，停止火上浇油。具体来说，就是尽量减少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的摄入，少吃精制糖，把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或无糖茶饮，甜点蛋糕能不吃就不吃，想解馋也选择低糖，用水果天然甜味替代的点心，远离反式脂肪和不良油脂。选购食品时仔细看看标签，有部分氢化油字样的就放回架上。烹调油选择稳定的油脂，如橄榄油、茶油、椰子油或酥油，少用反复高温油炸的方式。加工肉类也要减少，把培根、火腿留到特殊场合偶尔享用，日常多用新鲜肉类替代。当然，不光是减少坏食物，还要增加抗发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全谷杂粮、鱼类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的天然食物。这些食物提供纤维和植化素，能帮助养育好的肠道菌，并直接协助降低发炎反应。例如，深海鱼富含的 Omega-3 可以帮助关闭发炎开关，绿色蔬菜和莓果富含的抗氧化物能中和自由基，减轻发炎损伤。饮食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魔法，但持之以恒会给你的身体换血，曾经浑浊的内环境会慢慢清澈起来，发炎指标下降，肠道菌群也会开始恢复元气。调整饮食相当于断粮坏菌，供养好菌。但如果好的菌种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还需要主动补充原菌，这就是益生菌派上用场的地方。益生菌简单说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活菌，常见的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以及添加益生菌的食物，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购信誉良好的益生菌产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服用。益生菌就像给肠道注入新兵，帮助重建防线。但要注意，益生菌补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摄取，并且要配合上述饮食调整才能扎根，否则你一边吃益生菌胶囊，一边狂饮可乐，猛吃炸鸡，益生菌80%是定居不下来的。另外，每个人的肠道环境不同，适合的菌株也可能不一样，不妨多尝试几种品牌或配方，找到对自己有效的。益生菌的好处不只在于帮助消化，它们还能与免疫系统协调，抑制坏菌生长，并产生一些抗发炎物质，例如短链脂肪酸，滋养肠道细胞。当你的肠道充满友善的益生菌士兵时，整体防御力自然大大提升，发炎的火苗也会逐渐减弱。提到益生菌，就不能不提自然界最古老、最美味的益生菌来源——发酵食物。早在冰箱出现之前，人类就学会用发酵来保存食物，结果阴差阳错造就了一批对健康有益的美味，例如酸菜、泡菜、味噌、酱油、优格、起司、康普茶等等，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而得。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不仅产生酸味，提升风味，还大量繁殖，成为我们吃下肚的益生菌。把发酵食品融入日常饮食，是一种简单又经济的养菌方式。吃一碗天然发酵的优格或几口韩式泡菜，就等于吞下亿万计的有益活菌，直接送达肠道，在那里安家落户，对抗坏菌。不仅如此，发酵食品还含有发酵产物，比如有机酸、酵素和维生素 B 群，这些物质能帮助消化，降低肠道的酸碱值，使坏菌不易滋生，并为肠道细胞提供营养。当然，
选择发酵食品要注意尽量挑选传统工艺，不含防腐剂的，比如买酸奶就选无糖，含活性菌的原味优格，腌制物要选择天然发酵而非醋泡的。你也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简单的发酵食物，像自制酸菜，或者用煮沸放凉后的糖水培养天然菌种来做发酵果饮等，都很有趣。总之，发酵食品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肠道的益生菌队伍，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在远离坏物、补充好菌之外，另一个自然疗法的思路是帮助身体把已经累积的毒素和废物排出，给细胞一个干净的环境。许多人将这称为排毒。需要澄清的是，身体本身就有完善的排毒系统，主要由肝脏和肾脏担当，只要运作正常，就能日夜不停地清除毒素。我们要做的是减轻它们的负担，并适度给予支持。首先，尽量避免新的毒素来源，比如少吃含农药残留高的食物。平时要尽量将蔬果清洗干净，或选择有机农产品，避免过量饮酒，毕竟酒精伤肝。不滥用抗生素和止痛药，这些药物长期大量使用会损害肝肾并扰乱肠道菌群。接着，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协助排毒。多喝水，水是最天然的溶剂，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肠道和肾脏冲刷掉废物。适度断食，比如实行间歇性断食，每日约16小时不进食，让肠胃有时间休息和自我修复，也让肝脏专心清理存货。高纤维饮食，膳食纤维好比肠道的扫把，吸附代谢废物并促进排便，把垃圾带出体外。还有某些天然食材被认为有助排毒和保护肝脏，例如姜黄，具保肝和抗发炎作用；绿茶富含儿茶素，具有抗氧化的排毒功效；姜和蒜能促进血液循环，具有抗菌性，有助身体排除体内不需要的微生物。虽然不是什么剧烈的洗刷刷，但通过这些温和的方式持续帮助身体减负，长远来看，体内环境会越来越干净，肠道菌生存的土壤也更加纯净。大自然的药箱中其实有不少宝物对于减少发炎、疗愈肠道很有帮助。在传统中医药和各民族草药学中，都记载了许多能改善消化、减缓发炎的植物。现代科学也逐步证实了其中一些的效果。常见的草药例如薄荷，清凉芳香，能放松肠胃平滑肌，减轻腹胀和痉挛，对肠易激、综合征等有一定缓解作用。洋甘菊常被泡茶饮用，具有抗发炎和镇静效果，可舒缓肠胃不适和焦虑情绪。姜性温，含姜辣素，能促进消化液分泌，抗发炎并减轻恶心，是调理肠胃的良药。还有前面提到的姜黄，其实不仅护肝，也是全身抗发炎的高手，对于关节炎等发炎性疾病有帮助，对肠道环境也有正面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蒜虽然吃多了口气重，但大蒜含有大蒜素，是天然的抗菌剂，可以抑制肠道内有害菌和真菌的过度生长，同时也有促进免疫的效果。当然，草药并非吃越多越好，一切适量即可。你可以在日常烹饪中多利用这些天然香料和草药，或是泡茶饮用，把它们融入生活习惯。潜移默化中，草药的力量会在你体内积聚，帮助身体对抗发炎，修复肠道受损的屏障。同时，这些草药往往也含有多酚、黄酮类等植物化合物，它们本身也是益菌的食物，能促进有益菌的繁殖，间接维持菌群平衡。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有机整体，饮食、肠道菌群、发炎反应、情绪、免疫、代谢，这些看似独立的系统其实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发炎性食物就像潜伏在我们餐桌上的暗影刺客，削弱肠道的防线，引燃体内慢性发炎的战火。而自然疗法则提供了一条温和却有效的出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利用大自然赐予的食物与草药，让身体重回平衡状态。也许刚开始改变时，你会怀念那些甜蜜香脆的滋味，但当你感受到身体日渐轻盈，精神更充沛，久违的小毛病不再来打扰，你就会庆幸自己的选择。最后，我们以一个小小的画面做结尾。某天，你站在超市的零食区，伸手正要拿起一包熟悉的洋芋片，
然而，脑中突然闪过今天听到的种种，仿佛看见肠道里的小军兵们正举着盾牌对你高呼：不要再给敌人送武器了。你会心一笑，转身走向新鲜食材区，拿起了一把绿油油的生菜和几个鲜红的番茄。每一个这样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肠道和身体减负，为健康加码。别小看这些日常的改变，长久坚持下来，原本熊熊燃烧的体内炎火必将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的内在环境。到那时，你不仅远离了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的阴影，还收获了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自己。你的肠道菌群会感谢你，你的身体也会由衷的回报你，带来长久的健康与幸福。